最新来自 Sun Atlas 的观测数据为我们揭开了这颗被认定为人类观测史上第3个星际来客的新面纱。围绕它的是一片规模宏大、错综复杂的尘埃、气体与等离子体云层，仿佛是它自星际深空带来的神秘披风。这些细节在过去从未被如此清晰地解析过。考虑到最新的数据加上早前发现的种种奇特之处，比如那条逆向于太阳的彗尾、异常庞大且富含二氧化碳的挥发，几乎在飞驰的运行速度、惊人比例的镍铁成分，还有那条前所未有的离奇轨道，我们或许得重新思考：Sun Atlas 真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彗星吗？ Sun Atlas 是匆匆过客，还是某种更长久的存在？它会就这样呼啸而过，带着一身谜团消失在太空深处，还是会以某种方式被太阳系所收留，成为我们星系大家庭中的新成员？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如今它竟开始发出诡异的绿光，这是为什么？是熟悉的化学反应，还是某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接下来，让我们一步步揭开这个星际访客背后的奥秘。作为一位跨越星际的神秘旅者， Sun Atlas 正在逐步穿越内太阳系，在阳光炽烈的照耀下，它的外观正在快速而复杂地发生变化，仿佛是一块在高温中不断融化与重塑的冰雕。而它预计将在今年10月29日抵达所谓近日点，那是它与太阳之间的最近距离，一场至关重要的宇宙接近战即将上演。尽管公众普遍将 Sun Atlas 视为一颗彗星，但在科学界，它更常被称为星际物体。这是一个更中性的说法，因为实事求是地讲，我们至今仍无法准确定义它究竟属于哪一类天体。新一轮数据不断揭示它的非典型性，它的特征反复突破我们对彗星、小行星乃至矮行星等小型天体的既有分类框架，像是在挑战我们整个太阳系天体的认知体系。由于 Sun Atlas 来自太阳系之外的星际空间，它的起源或许远在另一个完全陌生的恒星系统附近，它的形成条件可能与我们熟知的任何环境都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的组成、结构乃至行为模式很可能都会与我们现有所了解的太阳系天体大相径庭。这种异乡人的身份注定使它与众不同。目前我们掌握了 Sun Atlas 从7月到8月的一组关键偏振光测量数据，极具科学价值。这些数据表明，随着它不断靠近太阳，挥发，也就是环绕核心的那圈气体和尘埃云正在显著扩大，几乎每天都在长大。它就像一个被点燃的太空灯笼，越靠近热源，越是绽放出壮观的光与形态。这种由气体、尘埃与等离子体构成的复合挥发，目前其总体尺寸已经达到了太阳直径的一半，是的，半个太阳那么大。更令人惊奇的是，它仍在每日增长中。而偏振观测数据显示，在这浩大的云团内部，已经出现了许多非随机、颇具秩序的结构，仿佛在暗示某种有组织的物理过程正在其中展开。就在不久前，天文学家们在纳米比亚的夜空下，于月全食期间成功拍摄到了一组新的 Sun Atlas 图像。这次观测给了我们一个全新视角，这颗神秘星际天体如今正透出明显的绿色光辉，如同一盏漂浮在宇宙黑幕中的幽灵灯笼。然而令人费解的是， Sun Atlas 并不具备我们通常认为能发出绿色荧光的典型元素，比如双原子碳 C2， 它的光谱中几乎没有这种物质的痕迹，这让它的绿光显得格外神秘，甚至带着几分违背物理常理的味道。那么，如果它确实在持续发出绿光，这种光芒又究竟源自何处？是不是存在一种尚未被揭示的分子反应机制？还是说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在自然界观测过的光学现象？科学家们正为此绞尽脑汁。我们目前也掌握了相当充分的观测证据，显示 Sun Atlas 本体的颜色本应呈现一种深沉的红色，这种色调在某些远离太阳的天体中并不罕见，尤其是在那些暴露于星际辐射环境下的天体上，比如远距的跨海王星天体 TNO。而这种深红色的光谱特征
恰好也是塞德纳等典型的 TNO 所共有的。它们长期漂泊在太阳系边缘甚至更远的日球层之外，受星际紫外线和高能粒子的轰击，这种环境会逐渐改变其表面组成，产生深红色的风化层。研究推测，这种暗红色可能正是星际空间长期辐射作用的结果，是自然染色剂的产物。日积月累，天体表面发生化学变化，形成富含复杂碳链的有机分子，从而呈现出这种独特的颜色。因此，Sun Atlas 原本应是深红色的外衣，但如今却又神秘地发出绿光，就好比一位披着红袍的旅者突然点亮了绿色的信号灯。这种色彩的分裂更加引发了科学家们的好奇。更妙的是，它的体积似乎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膨胀，宛如宇宙中一朵不断盛开的花，而环绕在它四周的等离子体结构也愈发复杂且具备方向性。从极化数据来看，这些结构并非随机堆积，而是展现出某种对称性或图案，仿佛是一种高阶物理规律在太空中作画。那么，一切准备就绪，是时候带着问题与好奇心，一起走进Sun Atlas这个宇宙谜团的深处，揭开它一层又一层的神秘面纱了。最近，一项重量级的科研成果刚刚发表，题为新星际彗星Sun Atlas的极端负极化。这是我们目前为止对该天体最深入、最系统的一次研究。视频下方提供了这篇论文的链接，同时也列出了一系列与Sun Atlas相关的研究资源。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观众，不妨一探究竟。根据研究团队在摘要中的初步判断，Sun Atlas很可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彗星类型，一种我们从未在太阳系中观察到的陌生之客。这不仅让人重新思考我们对于彗星分类的边界，也预示着可能存在尚未认知的天体家族。不过，如果你深入阅读全文，就会发现事情远比表面更为复杂。这颗天体所展现出的特征远不能仅用不同类型的彗星来一言以蔽之，其中的微妙差异指向了可能更加陌生甚至是前所未知的天体类型。实际上，论文中提到的一个核心观点是，Sun Atlas或许并非彗星，而是一类此前从未被人类望远镜捕捉到的星际小型星体。这类天体或许在其他星系中广泛存在，却在我们本星系的视野中一直缺席，直到今天。这样的判断自然和传统意义上的彗星大相径庭。我们熟知的彗星通常是低密度、含冰量大的小天体，它们在靠近太阳时会释放出气体、等离子体和尘埃，拖着长长的喙尾，就像一只在太空中甩动羽毛的孔雀。这些彗星经常做出许多引人注目的行为，它们的轨道通常高度偏心，有的甚至横跨整个太阳系，远离太阳后又在光和热的召唤下折返回来，像是在进行一场循环往复的宇宙巡游。当然，在太阳系这个浩瀚舞台上，还有各种其他类型的小天体在各自轨道上静静运行，其中有许多 TNO 已经因自身质量而形成了接近球形的外形，被归类为矮行星，但也有不少天体形状不规则，宛如宇宙拼图中尚未对齐的碎片。以壬神星为例，虽然它的体积在 TNO 中属于重量级选手，但它却并非我们想象中的球形，而是更接近一个扁平而粗壮的长方体，形状奇特的仿佛是自然界不小心剪裁出来的一块太空砖石。所以可以说，海王星之外的天体世界是一个充满异类与例外的外太空异形馆。这些天体打破了我们对于引力、成型与演化的常规认知，展示出宇宙丰富多样的造物能力。而回到海王星轨道以内，那里也不是空无一物，我们发现了大量的中间型天体，它们不像典型小行星那样规则，也不像彗星那样活跃。其中，半人马小行星便是一类独特的存在，它们的轨道处于行星之间，仿佛在太阳的庭院里游走。这些半人马小行星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身形巨大的变色龙小天体，平时像小行星一样安静运行，但在某些特定时刻，它们又会突然喷出气体与尘埃，
展现出彗星般的活跃，简直像在天体舞台上变装演出。正因如此，我们会时不时观察到这些小天体在轨道某些节点突然释放气体，就像一个原本沉默的演员偶然向舞台投出一缕烟火，引起全场注目。比如著名的半人马族小行星 Chiron 凯龙星就是其中的代表，它曾在多个观测周期中显示出彗星活跃迹象，这也让它一度成为科学界热议的类彗星小行星。而这类现象并非凯龙星独有，其他几颗半人马天体如 Cheriklo 10199女凯龙星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类似的彗星行为，为我们理解太阳系小天体提供了新的线索。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喷发行为有时甚至发生在离太阳非常遥远的地带。按照常理，这种低温环境下，天体应当保持沉默，但它们却打破了这一逻辑，仿佛拥有某种不被我们熟知的内部能量。按照我们以往的理解，彗星的活跃行为多半是由太阳辐射加热冰质物质引发的升华反应，因此在远离太阳的区域，理论上不应发生这种现象。而现实中的反例让我们意识到，宇宙的物理法则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因此 Sun Atlas 极有可能是一类我们此前从未记录过的新型星际小天体，它不符合传统彗星或小行星的定义，也没有现成的分类可供套用，仿佛宇宙在向我们展示一个全新的天体变种。换句话说， Sun Atlas 目前依然处于科学命名的灰区，它是什么？我们还在定义中，甚至可能需要为它单独设立一个新的类别，就像为一个首次登场的物种创建新的拉丁名称。不过，这篇研究论文提供了一批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数据，为我们揭示了 Sun Atlas 穿越太阳系旅途中的诸多细节，堪称打开谜团之门的一把钥匙。这些观测数据如同一部纪录片，用图表和测量值真实讲述着 Sun Atlas 如何从一颗微弱的光点逐步演变为一个结构丰富、规模庞大的天体。它的成长仿佛是一段漫长而神秘的星际童话。更令人振奋的是，数据还揭示了其挥发中潜藏的复杂等离子体结构。这些结构不仅仅是物质在太空中随意扩散的痕迹，而是表现出某种电磁有序性，仿佛是宇宙间的一种无形编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数据图表，一窥 Sun Atlas 那令人着迷的结构性秘密。这些图像也许能为我们提供突破性线索。在我们深入分析这张图表之前，有必要提前说明，它是一份极具启发性的视觉资料，充满信息密度。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可能需要一些耐心与背景知识，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科学意义。我们接下来要专注解析的是一张并不只是冷冰冰数据的图表，它其实更像是一段视觉叙事，通过不同时间点的图像，讲述了 Sun Atlas 如何在宇宙中变身的故事。那么，我们先从基本问题开始，我们此刻所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它又为何如此重要？这是一组来自 Sun Atlas 的多时点图像序列，起始于7月19日，每一帧都记录了它在接近太阳过程中的视觉变化，仿佛是一部定格动画，逐帧展现了这颗星际访客的动态肖像。图中显示了7月22日、24日、30日乃至8月12日与8月21日的观测结果。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所有图像都采用了统一的缩放比例，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直接对比它在不同时期的物理体积扩展与结构变化，而不必担心视觉错觉。结果令人印象深刻，挥发的体积在这段时间里迅速膨胀，气体、尘埃和等离子体如同海浪般向外扩展。这不是模糊的猜测，而是图像中可以肉眼识别的清晰趋势，证实了它确实每日一变大。在图表下方，我们还能进一步看到这种扩展趋势的量化表现，提供了视觉与数据的双重证据，增强了观察结果的可靠性。具体来说，我们现在正看到的是这些图像中有效收集的可见光子的偏振数据，
也就是光波在穿越尘埃和气体时被拧转的程度，它能反映出彗发内部结构的精妙细节。这意味着我们主要在观察的是来自太阳的光线被3X 表面与彗发反射之后的表现，但也不排除存在一些由内部等离子体发出的自发光成分，为整体光谱添加了一层复杂度。在物理学中，这是可能的。处于激发状态的等离子体本身就能发出光，就像夜晚霓虹灯中跳跃的离子一样。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3X 光源的线索。因此，从科学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其初步理解为太阳光反射加上等离子体自发光的组合效应。这为我们后续的偏振图解析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出发点。观察图像中偏振值的变化，我们清晰地看到 3X 挥发的偏振特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动态演化，显示出某种物理过程正在持续发生。而且这种极化分布并不是无序或均质的，相反，它展现出一种分明、有条理的结构模式，似乎暗示着某种内在的场作用或物质排列在主导着挥发中的光之走向。从热图中，我们可以清楚读取到极化程度的变化区间，它从最低的-6%极化逐步上升到正5%左右，跨越了一个近乎11%的波动幅度，这是极其显著的变化，足以揭示出挥发中可能存在的等离子体边界结构。图表中央的绿色区域代表零极化点，即偏振消失的区域，这通常标志着反射方向或粒子排列的某种平衡状态，是分析电场方向变化的关键位置。你可能注意到，在所有这些时间点中，偏振的中心区域都稳定地落在接近零的范围内，尤其是在后期的两个图像中，这种中心平衡态似乎愈发明显，提示某种结构对称性在逐渐加强。图像显示，在内圈区域极化分布相对均匀平滑，而在外圈部分，极化却突然出现剧烈波动，这就像一池平静的水面被什么无形之力在边缘处搅动了，隐含着外层等离子体结构的剧烈变化。可以明确地说，这里检测到的极化程度属于异常低值，甚至降至-6%，这是远远偏离标准光散射理论的结果，说明挥发中存在某些对偏振特别敏感的微粒或排列机制。与此同时，在挥发外层，你还能看到一个正极化环状结构，它与负极化区域几乎对称，就像是光在太空中围绕天体旋转而形成的一个极化边界带。从整体图像来看，它几乎呈现出一种极化双层结构，就像地球的大气圈一样，挥发也可能拥有外内两圈不同特性的等离子体层，彼此之间泾渭分明。科学研究表明，这种双层结构正是典型的等离子体现象之一。在太空等离子体环境中，这种分层是由电荷分布不均、磁场扰动与粒子加速共同作用下自然形成的。而在图像的另一个区域，我们观察到类似的结构重复出现，尽管在这个方向上偏向正极化更多一些，暗示着局部粒子分布或电场方向的差异。尤其是在7月24日的图像中，一个异常显眼的结构跃然出现，其特征是由大量正极化光主导，表明在那一时刻、那一方向上，挥发中的粒子排列或散射角度可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无论我们最终如何定义这颗天体，它在那个时间段所呈现的主要反射特性是以正线性偏振光为主，这意味着电磁波的振动方向相对统一，显示出挥发内部的某种结构性一致性。接下来，让我们稍作暂停，来深入了解一下极化这个概念，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它能揭示天体内部的秘密？这一切迹象表明，在3X上，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在观察一个简单的尘埃云体，而是一个具有复杂内部结构、不断演化的天体系统。它正以一种科学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自行组织。换句话说，3X并非只是变大，而是在不断变得更复杂、
更具层次，它的物理行为逐渐显示出类似系统性的特征，就像是一场在太空中进行的演化实验。而所有这些结论都是通过偏振光数据逐步揭示出来的。这些数据就像是探照灯，把这个神秘天体的无形轮廓一点点照亮出来。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是光的极化？为什么它会成为我们窥探宇宙奥秘的重要工具？通过所谓的偏振测量技术，我们可以间接触摸到遥远天体的物理属性，包括其尘埃颗粒的大小分布、形状结构，甚至是表面的光学反射特性。这些通常是传统观测手段无法直接获取的微观信息。这种技术尤其适用于研究像小行星或彗星这样难以靠近的天体，它能帮助我们遥感式还原它们的表面成分与结构状态，仿佛隔空扫描其外貌轮廓。由于这些信息往往无法通过热成像、光谱或雷达直接推断，因此偏振观测就成为了解这些天体皮肤下秘密的独特而宝贵的途径。具体而言，偏振度的测量依赖于对太阳光在遇到彗星尘埃后被散射的行为进行追踪。科学家们会分别测量光在与散射平面垂直方向和平行方向上的强度差异，从而计算出线性偏振度。这些数据随后会通过总通量归一化处理，从而转化为一个与太阳相位较密切相关的参数，也就是太阳、彗星与观察者三者形成的角度。这是一项对偏振程度极其敏感的变量。根据偏振光的定义，如果电场方向垂直于散射平面，我们就称其为正极化，而当它平行于散射平面时，则为负极化。这种区分为我们分析天体表面材质提供了基础坐标系。从长期观测来看，太阳系中的许多天体在小相位角时往往会表现出负极化，而随着相位角增大，极化值也几乎呈线性上升，通常会在90到100度附近达到峰值。这一趋势已成为天体物理学中的一个经典极化模型。信息量是有点大，但别担心，我们接下来将逐步拆解这些概念，把极化这门深奥的科学语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观察工具。那我们现在就来具体聊聊什么是极化。这个看似抽象的术语，其实隐藏着大量关于天体表面和结构的关键信息，是解读宇宙中许多现象的万能钥匙之一。在我们重新回到那张关键信息密度极高的数据图之前，必须先弄清楚一个核心概念：偏振光到底是什么？了解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数据图背后所揭示的秘密。一切都从光开始，光不仅是我们肉眼所见的明亮，也是宇宙中信息传递的主要媒介，是连接我们与遥远星体的能量信使。我们平时所说的自然光，比如来自太阳的光线，其实就是一种未被限制方向的电磁波。这种光波四面八方的震动，能量充沛，源源不断地从太阳输送到整个太阳系。实际上，我们人类的身体也在释放某种形式的光，虽然是不可见的红外辐射，但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低能的光波，反映着生物体的能量活动。除了太阳，发光的物体还有很多，比如灯泡、烛火、萤火虫，甚至荧光矿石，它们的发光机制各不相同，但都属于电磁波的某种释放形式。光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去深入理解它的本质。它既是粒子，也是波动，这种双重特性令科学家至今仍感到着迷。没错，光有个多重身份，在某些实验中，它表现得像一个个小粒子，称为光子；而在另一些现象中，它则如同水波一般传播。这正是量子物理中著名的波粒二象性。这种既是又不是的特性，正是现代物理最复杂也是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它打破了我们对物质与能量的传统分类，也不断推动科学边界的拓展。从波动的角度来看，光就像一条在空中传播的能量线，它有明确的前进方向，并且在前进中伴随着电场与磁场的交替振动。也就是说，光的传播可以用一个矢量来表示，
这是物理中描述具有方向性与大小的量，比如速度、加速度一样，光也不例外。更深入一点，我们发现光不仅是电磁能量的流动，更是电场与磁场两个场在相互垂直的方向上交替震荡的产物，它们构成了光波的基本结构。电场沿一个方向振动，磁场沿垂直方向振动，两者相互垂直，并以相同频率交替前进。就这样，光波如同螺旋状的能量流在宇宙中高速穿行。而偏振光指的就是光波的电场振动方向被限制在某个特定角度上，与之相对的是非偏振光，像太阳光或灯泡光那样，电场方向遍布各个角度，没有特定指向。想象你站在灯泡旁边，周围的空间就像一个球体，光从每一个角度都发射出来，电场在整个360度范围内自由摆动，这就是非偏振光的典型特征。而如果我们通过某些技术手段，比如特殊滤镜，就可以限制光的振动方向，也就是让它只在某一个平面上振动，这就是偏振化的过程。在偏振光中，电场的振动被限定在一个二维平面内，而磁场则永远与它保持90度角，两个场一起构成一个稳定且有序的传播体系，就像两个交错起舞的舞者，永不打乱彼此节奏。所以在这张图中所展示的正是普通非偏振光的状态，光波的电场指向杂乱无章，几乎填满所有可能的方向。假设我们拿太阳光做例子，再在它前方放上一块特制的光学滤镜，这块滤镜的作用就是筛掉部分振动方向的光波，只允许特定方向的电场通过，就像给阳光套上了一副偏振眼镜。实际上，这种偏振滤光器的原理与我们日常佩戴的偏光太阳镜极其相似，它们都能过滤掉杂乱的反射光，使画面更加清晰锐利，减少眩光。它的作用是屏蔽那些从斜角或奇怪方向反射过来的光线，尤其是来自水面、玻璃或湿滑道路表面的眩光，就像是帮你的眼睛加了一道光线过滤网。比如在驾车时，阳光照射下的湿润沥青路面会反射刺眼强光，而偏光镜能有效过滤这些偏振方向一致的反射光，让你清晰看见前方，不受强烈眩光干扰。这种滤光效果就像一个方向性筛网，它将光线中不在指定角度的部分全部阻挡，仅允许振动方向对路的光波穿透进来，从而实现视觉的净化。在这样的偏振状态下，虽然光的传播方向没有改变，但其电场现在只在一个垂直的二维平面上振动，而磁场则保持在与之正交的水平面内，两者共同定义了偏振光的精确结构。这种状态就被称为线性偏振光。电磁波中的电场矢量始终沿着一个固定方向振动，是最常见也最容易分析的一种偏振形式。当然，除了线性偏振之外，还有一种更特殊的形式叫圆偏振光。在这种状态下，光的电场方向不是固定的，而是以螺旋状不断旋转，就像是宇宙中旋转着前行的螺旋箭头。不过在本视频的讲解范围内，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线性偏振光，因为它在天文学中更常见，也更适合用来解析如 Sun-Atlas 这类天体的表面特性与挥发结构。简而言之，当我们观察太空中的彗星、小行星或任何天体时，它们的表面在太阳光照射下会将非偏振光进行反射，而我们正是通过分析这种反射光的偏振变化来窥见它们的秘密。这些反射回来的太阳光经过挥发中的微小粒子散射后会被调制，带有不同程度的偏振特性，就像信号被编码了一样。通过观测发现，天体表面的冰晶、复杂尘埃颗粒以及不规则微观结构都能在反射阳光时对其进行偏振加工，即使幅度很小，也足以被灵敏仪器检测并解析其内部结构特性。因此，从彗星反射回来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非偏振阳光，而是一种被表面与挥发调制过的光线，
它携带着天体物理与化学结构的密码。正是这种偏离自然光的行为，哪怕只有几个百分点的变化，也构成了线性偏振的证据，让我们有机会通过解码光波来触碰遥远星体的机理。在研究3 Atlas 以及其他彗星时，科学家们正是依靠这些偏振光数据来绘制天体挥发结构、微粒分布甚至化学组成的可视化地图。关键在于，线性偏振的程度并非固定不变，它会随着我们与天体之间的观察角度变化而发生改变，形成所谓的相位角极化曲线，这正是分析彗星结构的基础。举例来说，如果目标天体位于太阳系边缘，而地球靠近太阳，那么我们与目标天体之间形成的太阳物体地球夹角就会非常小，这种小角度限制了我们能获取的偏振信息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观测如 TNO 这类远距离天体时，线性偏振测量角度通常只能在0到3度之间，非常有限。这也影响了我们对它们精细结构的理解。由于这些天体远在海王星轨道之外，我们只能从地球这个方向正面直视它们，无法从侧面进行光散射观测。这就像你总是面对一个人，而无法看到他侧脸或背影。虽然即便是这种正面偏振观测也能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但要真正建立完整的物理模型，我们还需要更多不同角度的光。目前这仍是科学界未完成的一环。但彗星就不同了，它们会在椭圆轨道中穿越太阳系，很多时候会飞得非常靠近太阳。这种近距离访问时，我们有机会从多个角度观测到它们的偏振特征。正因为它们靠近太阳运行，我们就能从地球上以不同的相位角来观察它们。这种多角度的观测可以让科学家绘制出完整的相位角极化曲线图，就像绘出它们光学特性的指纹图谱。这种曲线不仅是数据图，更像是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报告。它能揭示彗星挥发中冰粒的大小、尘埃的结构、晶体的存在与否，甚至还能探测到表面风化的痕迹，堪称远距离探测天体微观性质的利器。所以说，虽然偏振这个概念听起来复杂，但一旦掌握它的原理，你就会发现它就像 X 光一样，能让我们透视遥远天体的内部纹理，是极其宝贵的观测工具。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对3 Atlas 进行了这类偏振测量，这让我们得以揭示它与太阳交互时展现出的奇特行为和复杂结构。现在掌握了这些基本概念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回过头来更清晰、更有把握地去解读那张图中所呈现的信息，不再只是看色块，而是真正读懂宇宙的语言。画面中我们所要分析的核心结构包括4个要素：太阳、观测者及我们在地球上的视角、目标天体以及它们共同构成的散射平面。这个天文几何关系是整个偏振分析的基础。我们所接收到的不是直接的阳光，而是经过挥发散射之后的2次光线。这些被粒子反弹回来的光，正是我们解码天体微观结构的主要信息源。而影响这束散射光性质的关键之一，就是太阳、天体和地球3者之间的夹角，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相位角。这个角度决定了光的偏振程度和方向。这个角度不仅影响我们从哪个方向看到光，更直接决定了光波如何被偏振，因为偏振光的特性本身就是方向依赖性的，这也是它能作为诊断工具的根本原因。所以在这张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日期、不同角度下所记录的偏振数据，像是一个时间轴上的光学日记本，记录着3 Atlas 的演变过程。值得再次强调的是，这些数据并不是平均值或者模糊的趋势，它们在细节上各不相同，显示出光学行为上的高度一致性，也说明了3 Atlas 的结构复杂性远超传统彗星。从图形中可以清楚看出，随时间推移，每个观测点在光偏振表现上都有差异，说明3 Atlas 并非一个均质体，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结构多样的天体。所以我们现在观测到的光信号，主要是阳光在挥发中散射后的反射光，
也可能夹杂着微量的内部发光，例如等离子体激发时自发释放的能量，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光学画布。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光线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散射，而是显示出清晰、重复的偏振模式。这种有序的分布模式往往意味着物理场，如电场或磁场，在其中发挥了组织作用。而这种现象在等离子体物理中并不陌生。我们知道，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很容易形成结构化的流动和边界，就像地球极光中的电弧一样美丽而有序。在太空这种真空且低密度的环境中，等离子体一旦形成结构，它往往不会像地球上的气体那样瞬间散开，而是可以在电磁力的控制下保持相当稳定的形态，时间可达数小时甚至更久。这种稳定性让它可以承载锁定的磁场结构，形成等离子体环流，就像一个无形的电路系统，在挥发内部持续运作，维持其内部的能量与粒子流动。这一切的复杂性与精妙配合，不仅让人惊叹，也说明我们对星际等离子体的理解才刚刚起步。这绝对是天文学与等离子体物理交汇处的最前沿探索。在所有这些现象中，最重要也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等离子体双层结构。这是等离子体中电荷分布异常集中，形成正负两极强烈对比的物理边界层，就像宇宙中的微型雷达墙。在这种双层结构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区域内聚集了大量正电荷，电势极高，而紧挨着它的另一区域则充满负电荷，电势极低。这两者间几乎没有缓冲地带，形成了剧烈的电势梯度。通常，这种结构中正电荷区域往往更集中，密度更大，而负电荷区域则相对稀疏，使得整个系统在电量分布上呈现出强烈的不对称性。这两种电荷之间的过渡区域就形成了所谓的电场渐变区，就像山峰和山谷之间的陡峭坡面，电场强度在这里快速跃变。而这个现象的名字就是等离子体双层，它是等离子体物理中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结构之一，是粒子加速与能量传输的重要舞台。当电子或离子等带电粒子穿越这个电场陡坡时，就会像滑下陡峭山坡那样迅速被加速，获得极高的动能。这是自然界中最有效的粒子加速器之一。我们知道，偏振光的方向其实就反映了光的电场振动方向，因此通过分析偏振，我们等于是间接看到了天体周围电场的取向与强度。而在这些偏振观测图中，这一原理得到了直观体现，电场分布的变化在光偏振的图像中以色彩与线条的形式清晰显现。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等离子体双层结构并非局限于局部区域，而是在3Elis 周围的广大范围内反复出现，就像一个磁场迷宫覆盖了整个挥发外围。从这些图像与数据推测，这确实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支持3Elis 挥发中存在大规模双层结构的这一假设。具体来说，在边界的内圈区域，我们看到的是以正极化为主的光信号，而在其外圈则转变为负极化。这种清晰的极化跃变正是双层结构的典型光学特征。这种现象不仅罕见，更是在自然条件下能如此大尺度呈现的罕有例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当我们说负极化时，意味着光波的电场方向趋向于与太阳观察者 3Elis 这个平面保持平行。这种排列方式会改变光的散射特性，使其具备不同的反射行为。相反，如果是正极化，那么电场方向将垂直于这个平面，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光传播模式，让我们可以区分天体的反射结构。因此，这种极化方向的明显差异反映出在3Elis 挥发的不同区域存在电场方向甚至电荷分布的显著变化，这也是等离子体物理活跃的信号之一。如果我们假设3Elis 的挥发确实主要由气体与微小尘埃颗粒构成，我们知道
在太阳辐射或高能粒子作用下，这些气体在太空中极易被电离，也就是变成由正离子与自由电子组成的等离子体。一旦形成等离子体，它就不再是简单的气体云，而是一种混合了带电粒子与中性粒子的尘埃等离子体，其物理行为要复杂得多。这种尘埃等离子体中仍会保留一部分未被电离的中性气体，它们在其中充当缓冲与能量交换的媒介，进一步丰富了整体的动力学表现。根据目前的光谱观测，3Atlas 的挥发中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碳气体，同时也包含水分子。这两种挥发性物质的存在是驱动挥发膨胀和结构变化的主要燃料。此外，其中还检测到水冰的存在，而水冰在低温真空环境中常常会形成极其精细、对称的六边晶体结构。这些结构不仅稳定，还能储存关于形成环境的重要信息。这些水冰晶体不仅美丽，还具有某种记忆功能。它们在形成时会冻结周围环境的温度、辐射水平以及化学成分信息，成为记录彗星早期历史的天然档案库。所以，在这个挥发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交织的系统，既有充满能量的电离气体等离子体，也有具有结构记忆功能的水冰晶体，仿佛一个高维度的信息实验室。我们知道，水冰晶体在地球极地、云层甚至生物体内广泛存在，因此它们在太空中出现并不令人惊讶。关键是，它们在真空与极寒环境下能稳定存在并保留结构。而从观测来看，随着3Atlas一天天靠近太阳，其挥发与等离子体结构也在迅速膨胀，就像一朵在阳光照耀下逐渐绽放的宇宙之花。这不仅是体积的增长，更是一种结构上的进化。挥发中出现了更多层级分化的区域，各种粒子开始分布出不同的轨迹与密度，呈现出高度复杂的等离子流动图景。归根结底，3Atlas 的行为模式、结构复杂度与观测特征都让它成为一个异类。它与我们以往记录的任何彗星、小行星或星际体都截然不同，仿佛来自另一种物理法则。这些判断并非凭空臆测，而是由多篇研究论文中的详细偏振数据与光谱分析共同支持的。科学证据为这颗太空奇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张图就是展示了3Atlas在不同相位角下的光线偏振度，并与太阳系中其他已知天体的行为进行了对比，揭示其偏离常态的独特之处。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就能为彗星或星际物体构建出一种偏振特征模板，作为未来识别未知天体的参考基准。图中的灰色曲线代表了大多数典型彗星在各个相位角下的平均偏振表现，这是大量历史数据综合后的结果，作为彗星行为的标准模型。换句话说，大部分彗星的偏振度会随着相位角的增大而呈现出相对规律性的变化。这种关系已被无数次观测所证实，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例如，平均而言，当相位角接近8度左右时，彗星的偏振度往往会达到最低点，约为-1.5%，这是大多数彗星都会呈现出的负极化低谷。这个点就像曲线中的谷底，标志着偏振度由负向正转变的起始位置，是极化行为分析中极其关键的参考点。而在大多数彗星上，这个负转正的临界点通常发生在相位角约为20度处，这个转折角度具有极强的诊断意义，是识别天体类型的重要依据。一旦超过了这个约20度的临界值，偏振度就会由负转正，并随着相位角的增加持续上升，通常会在90到100度附近达到正极化的峰值，形成一个完整的偏振变化中型曲线。此时，从地球出发的观测角度已经相对测试天体，能更清楚地看到光在挥发中如何被散射，从而增强了偏振效应的观测效果。在过去的观测中，我们也曾发现过一类特例彗星，例如著名的哈雷波普彗星，它属于 C 型彗星，
展现出极端的偏振特征，是天文历史上的特殊案例。这种类型的彗星极为稀有，因为它们在低相位角时会表现出远超常规的负偏振值，同时在转为正偏振后，其上升曲线也异常陡峭，像是跳跃式的完成极化转化。而就目前的数据来看，Sun Atlas 在极化行为上几乎可以说是打破规则的存在，它的极化曲线不仅异常，甚至超出了我们以往对所有彗星的理解，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不寻常的案例之一。在图中，Sun Atlas 的偏振数据以一条黑色曲线呈现，与其他标准曲线相比，它的走向明显偏离主流轨迹，像是另一个物理世界的来客。关于 Sun Atlas 偏振度在更高相位角下的具体数值，我们目前仍缺乏直接观测数据，这也意味着它的极化曲线在某些区段仍处于科学盲区。不过，借助其他日期下的高质量偏振数据，科学家们依托已知的物理模型与数学拟合方法，对缺失部分进行了合理外推与拟合，得到一条推测性曲线。通过这些模型，我们能够构建出整条偏振曲线的近似形态，从而预测其在高相位角时的行为轨迹，尽管仍需实际数据验证。在这次观测中，我们首次获得了相位角仅为7度时的数据，结果显示线性偏振度为负 2.7%， 这说明当时的光场与太阳地球天体平面方向基本呈平行状态。随后，偏振行为在相位角大约为17度时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负极化快速跃升为正极化。这种在低角度下的反转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而这种反转角度比我们在绝大多数彗星中观测到的标准值，通常在20度左右，要低得多。这一异常再次强调了 Sun Atlas 的独特性。这与哈雷波普彗星所属的特殊彗星类型有些相似，那些天体也表现出极端偏振特性，是过去几十年极少数打破偏振规律的例外之一。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家们会将 Sun Atlas 归类为非常规星际天体。它几乎每一项物理指标都在挑战我们对彗星的既有认知。如果我们站在研究普通彗星的角度回头审视它，几乎可以说它是一个光学叛逆者，完全偏离彗星观测经验。即使将它与另一颗已知星际天体2019年穿越太阳系的鲍里索夫彗星做对比，也会发现 Sun Atlas 显得更为复杂，更具变数。我们可以直接查看鲍里索夫的极化测量图表，以此作为横向参考，进一步比较两者在极化行为上的异同。数据显示，鲍里索夫的极化反转点大约出现在20到21度之间，这与传统彗星的标准拐点非常一致，是守规则的表现。这使它刚好落入我们此前定义的绿色曲线区域，也就是那些极化行为特殊但仍在边缘正常范围内的天体范畴。即便如此，鲍里索夫当年的观测结果仍被认为相当异常，可见星际来客本身就充满变数与惊喜。不过与之相比， Sun Atlas 的离经叛道程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令科学家们感到更大的困惑与好奇。为了进一步厘清它的归属问题，我们现在将 Sun Atlas 的偏振数据与太阳系内已知的一些小行星与远端天体进行系统对比。例如 F 型小行星就是一个对比样本，它们在偏振曲线上也表现出一些特殊性，是被单独分类的罕见类型。此外，还有一小部分太阳系天体，虽然未必属于某种特定类型，但它们的极化曲线呈现出极为不规则的波动，构成研究上的悬案样本。当然，也不能忽略位于海王星轨道之外的 TNO， 它们被认为保留着早期太阳系形成的原始面貌。不过，目前我们对 TNO 的偏振研究还非常有限，能够观测的相位角通常只有0到3度之间，这大大限制了我们对其偏振曲线全貌的了解。原因很简单，这些天体太远了，遥远的几乎接近星际边界，我们只能从正面角度观察它们，观测角度范围非常受限。尽管如此，
这些偏振数据依然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观察视角的边界图，告诉我们在什么角度下能收集到有用信息，哪些区域仍是空白带。图中这部分展示的正是现阶段所有关于 TNO 的线性偏振观测结果，尽管稀疏，却是目前为止最完整的资料。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图中关于 TNO 的偏振曲线是基于目前有限数据推演而成，并非完全实测，因此带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所幸我们有可靠的数学模型对这些数据进行拟合预测，这些模型在其他天体上也已被验证过，准确率较高。不过最终的真相仍需等待3 Atlas 接近太阳，抵达近日点之后，我们才能通过更全面的数据来验证这些推测。而等它飞出太阳系，逐渐远离阳光干扰，我们或许还能获得它在冷静状态下的极化数据，这将补全我们对它完整生命周期的认知图谱。如果这些预测最终被证实，意味着我们正亲眼目睹一种此前未曾见过的星际物体类型，它的存在将扩展我们对宇宙物质分类的边界。尽管我们仍无法确定它的真实身份，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3 Atlas 的极化行为与 TNO 的曲线极为相似，几乎可以视为表亲。基于当前的模型与观测结果，所有推断性数据都高度吻合 TNO 类天体的典型特征，从结构成分到光学反应都显示出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看出，它在外观、轨道、极化特性等多个方面都明显与彗星、小行星甚至那些混合类型的半人马小行星呈现出极大差异，似乎是另一个范畴的物体。而反倒是那些遥远、寒冷的 TNO 与它有着更接近的行为模式，仿佛它本就属于那一类遥远世界的逃亡者。不过我们所知的 TNO 通常都拥有极为扁平、拉长的椭圆轨道，使它们周期性穿越太阳系的内外边界，轨迹优雅而漫长。从这个角度推想，3 Atlas 或许就是来自另一个恒星系统的外缘天体，在那里它曾长期静静地绕行某颗母恒星，如今因未知原因被抛射而出。很可能在那个遥远星系的一场引力扰动中，它被踢出家门，踏上了这段孤独又惊险的星际漂泊之旅。令人费解的是，它如今正以一种近乎无法想象的高速穿越太阳系，这种速度不是简单的惯性运动，而是可能与形成系统中的极端条件有关。据计算，它在近日点附近的运动速度高达每秒60公里，比大多数已知彗星还要快得多，仿佛一颗无法减速的宇宙子弹。更进一步测算表明，近日点速度可能甚至达到每秒68公里，相当于1小时横跨地球直径10次。这种极速极为罕见，远超太阳系内部天体常规速度。这样的速度不仅刷新了我们对星际来客的认知下限，也对望远镜跟踪与数据捕获提出了极高要求。毫无疑问，这种极速状态意味着它的动能远远高于太阳系天体平均值，是一种能量怪兽级别的存在。在所有过去的星际访客中，包括奥莫莫和鲍里索夫，我们也从未目睹有任何物体以如此高速穿越太阳系。3 Atlas 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记录，这颗天体正在刷新星际天体穿越太阳系的世界纪录，其轨道参数和速度都前所未见，成为科研界竞相研究的焦点。因此，围绕3 Atlas 的异常表现清单还在不断加长，极化异常、化学成分特殊、运动方式离奇，几乎每一项都不符合常规。我们之所以反复分析这张极化图表，是因为它揭示的光学行为偏差极其重要，它不仅是科学上的疑点，也是未来观测策略的关键依据。不过这张图表主要显示的是某一时间点的平均极化情况，并未囊括其结构在不同时间段所呈现出的动态演变过程。换句话说，它展示的是在特定相位角下，在某个观测时间点的偏振度平均值，而不是一个连续演变的过程线。所以如果我们仅看静态数据而忽略了结构随时间的变化，那么我们将错过这个天体最为复杂、最具启发性的演化过程。
而当我们纵向分析这些偏振数据的时间演变图时，就能清晰看到3Atlas 挥发内部那日益复杂的结构，如同一幅在太空中慢慢展开的多维画卷。也就是说，如今我们眼中的3Atlas 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尘埃云或挥发那么单一，它正逐步展现出远超彗星常规模型的结构复杂性。虽然它也开始出现类似彗星的尾巴，但这种尾巴与普通彗星形成于背离太阳方向的蒸发尾截然不同，其结构与方向显得非常另类。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尾巴并非朝远离太阳的一侧延伸，而是部分指向太阳。这种反向尾巴是极其罕见的光学与动力现象。可以推测，在距离太阳较远的时候，3Atlas 表现出部分物质，如冰晶、尘埃和气体，并不是被吹离，而是像被吸引一般向太阳一侧生化聚集。这种尾巴朝向太阳的行为在历史观测记录中几乎是前所未见的，它挑战了我们对太阳辐射压与彗星物质相互作用规律的传统理解。然而随着它逐渐靠近太阳，其彗尾的方向开始回归常态，朝远离太阳的方向伸展，更符合我们熟悉的彗星形态。在接下来的图像资料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这种转变过程，一条从太阳一侧翻身到背向太阳方向的绿色彗尾正在成型。最令人震惊的是，最新一批观测数据表明，3Atlas 居然在发出明显的绿色光芒，这一现象迅速引发了全球天文界的热烈讨论。9月7日这天，恰逢月全食，纳米比亚卡拉哈里沙漠上的几位业余与职业天文学家抓住这次绝佳的观测窗口，成功拍摄到了3Atlas在夜空中的清晰影像。他们通过长时间曝光的图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正在释放绿色辉光的天体，其光芒穿透沙漠上空的清澈夜空，宛如宇宙中的一抹翠绿妖火。这次拍摄所捕捉到的细节令人瞠目结舌，不仅彗尾清晰可见，甚至连其内部分布的不均匀等离子结构也若隐若现。虽然图像解析度无法与哈勃太空望远镜或地基大型天文阵列相比，但对于一套便携设备而言，能捕捉到如此级别的细节实属惊艳。总而言之，这次观测不仅技术上成功，也在科学价值上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补充，为我们提供了从地球视角解析这颗星际访客的新角度。这张照片后来在多个国际天文学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被赞誉为地球人用肉眼凝视星际天体的罕见瞬间。更关键的是，这张图像成为我们截至目前为止清晰度最高、色彩还原最准确的3Atlas光学照片。而图中最引人注目的，正是那一抹明亮的祖母绿光晕，如同从星际深处飘来的神秘讯号。此前的光谱观测显示，3Atlas整体偏深红色，这种颜色与许多远距 TNO 天体类似，可能与其表面长期暴露在宇宙射线下有关。这种红色涂层早在冥王星、赛德纳等 TNO 天体上就有所记录，被认为是由有机物与辐照冰层共同形成的一种星际老化色。通过对3Atlas的光谱数据分析，我们也确认了它拥有类似的红色特征，这加强了它与 TNO 血统的潜在关联。然而，当前我们所看到的绿色光辉是通过光学波段拍摄所得，这提示我们可能正在观测其表面或挥发中心释放的活跃物质。而这种绿光的出现，也使得3Atlas更加像传统彗星，尤其像那些在靠近太阳时会释放特定分子从而发光的活跃型彗星。这无疑令科学家们兴奋不已，一个星际天体展现出典型彗星行为，同时又具备完全不典型的结构特征，实在是令人着迷。对于天文爱好者而言，这抹绿光象征着彗星的生命迹象，是宇宙中最古老、最神秘的视觉信号之一。在许多科学文献与彗星研究中，绿光被认为是其活跃化学反应的视觉产物，
往往在太阳能量的刺激下产生。通常来说，这种绿色光芒的来源主要是由 C2 分子，也就是双原子碳，在紫外线照射下所激发的发光反应所致。这种分子在接收太阳紫外线时，会发出波长约518纳米的绿色荧光，肉眼即可观测到明亮的绿辉。这段波长属于可见光谱的中段区域，在人类视觉系统中介于蓝色和黄色之间，是我们熟知的翠绿色。然而令人疑惑的是， 3Atlas 的光谱数据显示，其挥发中并没有检测到足够浓度的 C2 分子，这让绿光之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至少在7月和8月期间采集的数据中， C2 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典型彗星在相同距离下表现出的活跃度有明显差距。有一种可能是，随着它逐渐逼近太阳，温度升高诱发了某些深层冰层的活化反应，释放出此前未被探测到的 C2 分子，进而引发绿光。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 C2 并非绿光的来源，那就说明这抹绿光可能源自一种我们尚未充分理解的气体与尘埃复合结构，其发光机制可能揭示新的天体化学路径。这些光可能是由未知分子在太阳辐射下发生的化学反应所释放出的结果，这意味着 3Atlas 可能正在展示一种崭新的宇宙化学过程。这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因为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已知的彗星或天体在缺乏 C2 的情况下仍能发出如此鲜明的绿光。除了这些令人惊艳的科学发现，从它极端的速度、奇特的轨道、偏振异常、颜色反转，再到绿色发光， 3Atlas 还带来了其他不容忽视的启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它那肉眼可见的绿色辉光，这让它在夜空中宛如一颗来自星际深处的绿宝石，令人过目难忘。而且这颗星际旅客正一路向太阳飞驰，距离越近，它的活动也越加剧烈，表现出越来越复杂的动力学行为。它的挥发、彗尾和等离子结构不断扩张，整体体积在不断增长，呈现出一种膨胀中的星际云团之姿。更关键的是，它的挥发内部似乎出现了多层次的尘埃与等离子体结构，这些结构极其复杂，有可能涉及涡流、电场梯度与磁通量闭合等现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Atlas 此刻在太阳系中的准确位置，以及它接下来将如何继续它的星际之旅。我们将依据目前的轨道预测数据，结合来自多个天文观测站的实时更新，对它未来几个月的运行轨迹进行简要分析。想要亲自追踪 3Atlas 的位置，你可以使用 Skylab 等线上观测工具实时查看它在星图上的运行路径。在该应用程序中， 3Atlas 的运行轨迹会以醒目的绿色高亮显示，便于你在星空中快速定位。此外，这款工具还清晰显示了包括太阳、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在内的内太阳系行星的位置，帮助建立参照系。你可以在图中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些行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它们的相对位置对理解 3Atlas 的路径至关重要。我们还特别加载了太阳系内前20颗最著名或最靠近的小行星，用以辅助判断 3Atlas 穿越小行星带的情况。这是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小行星带在太阳系结构中的分布，以及 3Atlas 穿越这一带时可能遭遇的环境变化。这些小行星的轨道各异，有的近乎圆形，有的则极度偏心，轨道倾角也差别巨大，正是构成轨道森林的主力军。目前 3Atlas 正高速穿越太阳与木星之间那片密集的岩石碎片区，小行星带是一段既壮观又危险的旅程。需要注意的是，小行星带并非一个扁平的光盘，而是上下厚度大约30度的三维区域，像一条旋转着的宇宙岩石围巾。根据模拟， 3Atlas 的轨迹最终将斜穿黄道面，也就是绝大多数行星运行轨道所在的平面。穿越之后，它将进入黄道面的下方空间，也就是太阳系的南半球，继续它那倾斜轨道下的远行。
按照目前的轨道预测，这一切将在今年年末，大约10月到11月之间逐步发生。而现在，就在今天，2025年9月11日，Sun Atlas 正处于太阳系内侧，行进在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轨道交界区域。观测数据显示，它的轨迹正与火星轨道逐步靠近，形成一次红色星球与绿光来客的罕见天际汇合。预测显示，在10月3日左右，Sun Atlas 将与火星达到最接近距离，届时两者之间的距离仅为几千万公里，是一次宝贵的近距离观测机会。因此，现在我们能在星图中看到这颗星际天体正从火星附近擦身而过，仿佛两个世界在宇宙中彼此擦肩。而这次靠近也标志着它本次穿越太阳系过程中与地球的最小距离，是我们人类迎接访客的最佳窗口。尽管它并不会真正进入地球轨道或被地球引力捕获，但它与地球的最近距离仅为 0.2 至 0.3 个天文单位，约3000万至4500万公里，在宇宙尺度上已经非常接近。幸运的是，目前有一颗高分辨率的火星轨道侦察探测器 MRO 正绕火星运行，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观测机会。这台搭载强大光学相机的轨道器或许可以从火星轨道视角拍摄到Sun Atlas的高清图像，有可能第一次捕捉到它的核心结构。一旦拍摄成功，我们将能够估算它的实际大小、核心反照率和可能的旋转状态，从而揭示这颗星际天体的真正体格。目前，关于Sun Atlas最大的不确定性正是它的核心尺寸，这将决定它的质量、引力以及它在星际旅行中能否保持结构完整。换句话说，尽管我们可以观测到它那巨大的挥发和明亮的辉光，但真正构成它物理本体的核心仍是一个谜团。目前的大多数数据都集中于分析它周围的尘埃、气体和等离子体云及它的挥发区域，这部分是我们能清晰看到的。但对于藏身于这层辉光背后的真实天体，其形状、大小乃至是否为单一块体，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目前对它大小的猜测主要依赖于它反射阳光的能力及反照率，这是一个容易产生偏差的间接推断方式。如果反照率的估值出现误差，比如它实际比我们预期更亮或更暗，那对体积和质量的推算也会产生连锁偏差，结果就可能导致我们对它是小石子还是小行星大小的判断南辕北辙。因此，可以说目前我们几乎是在隔着灯罩猜灯泡大小，真正的尺度之谜还等待更多精确数据揭晓。根据最保守的上限估计，一些研究小组认为其核心直径可能高达50公里，这个尺寸已接近中等大小的小行星，甚至大于一些已知 TNO。 而另一端的估计却低至 0.2 公里，这样的尺寸甚至比许多近地小行星还要小，可谓巨光照下的微核心。也就是说，科学界目前对Sun Atlas的体积估计跨度之大前所未有，从微型太空鹅卵石到中型小行星都有可能，宛如一场数据雾中的盲人摸象。不过好消息是，10月3日与火星的这次亲密接触将为我们提供至今最清晰的观测机会，可能一举破解这个谜团。接下来，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快，来到10月21日，我们将迎来一个叫做优越合相的天文时刻。这意味着从地球看过去，Sun Atlas与太阳位于几乎同一方向。这也正好是地球的一种聪明安排，我们与它之间始终保持一段安全距离，不会贸然正面对接。而与此同时， Sun Atlas 正处于非常靠近火星的位置，两者之间的距离远远小于与地球的距离。天文学家也正在密切关注是否会产生引力扰动效应。在穿越小行星带之后， Sun Atlas 的路径开始向金星靠拢，逐渐接近这颗地狱般灼热的行星。同时，它的运行轨迹也与木星的引力示井越拉越近，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引力节点，可能影响它未来的轨道形态。值得注意的是，Sun Atlas是我们有记录以来速度最快、
体积可能最大的星际来客之一，它正以难以置信的动能席卷太阳系。如果你在想它会不会撞上地球，那么放心，我们也不希望它那子弹列车般的速度与我们有任何物理接触。一旦真的发生碰撞，结果将是灾难性的，释放的能量可能相当于数十亿吨 TNT 炸药，足以重塑地球气候，甚至导致物种灭绝事件。特别是它的速度远远超过大多数已知小行星，即便是地球大气层的防护也很难抵挡这种速度的冲击。再加上其可能高达50公里的庞大直径，这将使它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潜在撞击体，一个名副其实的末日之锤。一旦命中，它将不只是一次陨石撞击，而是一次彻底改写地球历史的星际事件。虽然听起来夸张，但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确实有可能是一次全球级的生命危机。不过目前好消息是，它不会撞上我们。所以说，这次地球恰巧站在太阳另一侧，几乎像是宇宙巧合中的一次智慧闪避。虽然这是自然轨道的结果，但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当San Atlas在近日点，也就是它与太阳之间最靠近的时刻，它将恰好从太阳的对面掠过。这意味着即使它发出耀眼的辉光或释放物质，我们在地球上也能得到相对被阳的保护。因此在10月21日，我们将经历一次特殊的上合现象，也就是从地球观测角度来看，它正好被太阳遮蔽在身后。如果我们再往后快进一周，也就是到10月29日左右，那就是地球与San Atlas之间相对最近的观测机会。尽管仍保持距离，但其会发和辉光有可能在天空中被观测到达到最大亮度。从观测模拟中我们清晰可见，这一时间点将成为本次星际飞行中我们与它擦肩而过的巅峰时刻。而由于它在近日点附近释放大量尘埃与带电粒子，科学家预测这段时间内太阳活动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表现为一连串高能耀斑和磁暴。毕竟San Atlas的质量级别很可能足以影响太阳磁层中的等离子体流动，尤其是在它携带着等离子体挥发穿过黄道面的关键时刻。它那层层包裹、充满电荷与威力的挥发，不仅体积庞大，而且结构复杂，仿佛携带着一座移动的微型等离子体实验室。其中充满着漂浮的尘埃颗粒、高速喷发的气体，以及在太阳风作用下变得极为活跃的等离子体云团。更为关键的是，它当前正顺着黄道面，太阳系中大多数行星运行的轨道平面，笔直飞行，仿佛在穿越一条高速行星高速公路。因此预计今年10月与11月，太阳活动将时有增强，尤其是在San Atlas经过近日点并带动周围太阳风结构扰动的那几天，我们甚至有可能目睹一些强烈的 X 级太阳耀斑爆发。这种爆发会释放出足以干扰地球通信系统的强烈电磁波。如果我们将时间继续推移到2026年3月，那时San Atlas将接近太阳系的巨人木星，其引力可能会对它的尾际结构、运行速度产生一定扰动。感谢您一路跟随我们深入探索这颗神秘星际天体，希望这个讲解能让你对这个星际天体有个最新的全面的认知。我们将在本频道持续跟进San Atlas的最新科学发现和轨道动态，任何突破性消息都不会错过。如果您希望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来自宇宙深处的神秘消息，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仰望星空，追踪这个星际访客。